我叫陈招娣，是个哑巴，被人糟践的亲母，还被婆家撵出了门，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？你怎么在我屋里？赶紧走！招娣，甭害怕，让哥好好疼疼你。招娣这瞎比划啥嘞？谁知道嘞？看不懂。你甭搁那装可怜瞎比划，咋嘞？还想含冤装无辜？我没偷人，是他自己摸进我屋里的。我一觉醒来就这样，我啥都不知道。净求扯淡！恁那屋子连个窗户都没，门还关得死死嘞。不是你开门放赵二妈进来了，难不成是我故意找人糟践自家儿媳，给俺戴绿帽子？肯定是他自个儿勾搭野汉子上门，引到了屋里，真不要脸！丈夫不在家就守不住身子。是个哑巴都不老实，娘，我真没有，我对建军一心一意，你信我，我真不知道他咋进来的。冤枉又能咋地？俺儿被城里小姐看上，马上要飞黄腾达了，俺可不能让恁这哑巴耽误俺儿的前程。刘婆子，招娣这闺女向来老实巴交，勤快能干，恁家盖房咱家地，全靠她没日没夜忙活。他咋可能做这种偷汉子亏心事儿？都抓奸在床了，还有啥好说的？今天我就替俺儿把你给休了！你赶紧跟大伙说清楚，不是我让你来的，我是清白的。招娣妹子，别装了，咱两人早就好上了，你被休了正好，回头我就娶你当俺婆娘。大家伙都瞧见了吧？这赵二妈承认了。我没有偷男人，是赵二毛自己摸进我屋里的。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张家的事儿，可全村人都没一个人信我。我信你，我知道这事儿不是你的错。他能看懂我的手语。死人不会开口，活着才能有机会洗清冤屈。哟，这不是俺家那不守妇道的前儿媳吗？做出那丑事儿，还好意思在村里晃悠？换作是我，就一头扎进河里淹死算了，好歹还能剩点骨气。我没做错事情，凭啥要我死？本来就是个哑巴，现在名声还臭了。反正啊，这辈子都不会有男人敢要你了。给我跪下！爹，你干啥呢？大姐在外头受的委屈还不够多吗？回了家你还要罚她？姐，快起来，别跪了。这个不孝女，把俺们老陈家几代人的脸面都丢尽了。俺女婿踏踏实实在外面挣钱养家，他倒好，在家偷人，还被婆婆逮住了。爹，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。
都被人抓住了，还在这儿狡辩。俺今天非打死恁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给俺让开！我不让。爹，我姐肯定是被冤枉的。我真的什么也没干，我一觉醒来，赵二麻就躺在我床边，我压根不知道咋回事。大姐她真的是被冤枉的，都躺一朝床上了，你还能信她啥也没发生？我姐啥品行我最清楚。那赵二麻本来就是村里游手好闲的无赖，指定是他见我姐水灵，才想糟蹋我姐清白。就算咱爷俩信他，村里旁人信吗？俺这辈子堂堂正正做人，从没让人戳过脊梁骨。临老了，反倒被全村人指指点点，说俺家养出个不检点的闺女。既然是赵二毛毁了恁的名声，爹这就去找他，就算打断他的腿，也得让他对恁负责，娶恁进门。爹，我不嫁那个陷害我的无赖，我宁死不嫁。赵不是爹逼恁，是恁现在名声全毁了，村里谁还敢娶恁？恁没得选啊！不愿嫁就不嫁，大不了以后俺挣钱，俺养俺姐一辈子。你胡说啥？恁姐不嫁人，村里的闲话就永远听不了，咱家永远被人戳脊梁骨。以后谁家好姑娘愿意嫁你？你还娶不娶媳妇？还生不生娃儿？那我不娶媳妇了，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逼你。招弟，恁弟弟领不清，难道恁也领不清吗？耀祖是俺们家唯一的男丁，要是他这儿断了香火，恁就是俺们陈家最大的罪人，最大的罪人。我嫁。李媒婆，恁今儿来俺家弄啥来？陈老哥，恭喜恭喜啊！大山今儿是专门来给招娣提亲来。娘，你帮俺备好聘礼，俺要娶媳妇儿。真嘞？哪家的闺女？陈家，陈招娣。啥？你说啥胡话？村里都传遍了，那陈招娣偷男人不守妇道，还是个二婚哑巴。恁绝交又不方便，再娶这个日子还咋过？那些都是旁人瞎传的谣言，我就认准招娣了，就想讨她做婆娘。娘，你要是不肯帮我备彩礼，我就自己攒自己办。这媳妇儿我娶定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姐这辈子已经够苦了，我绝不能让她再嫁给个残疾人。你给我闭嘴！哎呦，陈老哥，你是明白人，心里肯定透亮。招娣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大山可是头婚，半点不嫌弃招娣，还备了聘礼。您说说，这村里哪怕是头婚的闺女，也没有这样的待遇。婚姻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，我姐第一次嫁人就嫁错了人，只要我姐不愿意，谁都不能逼她。那招娣，你自己说说，你心里咋想的？死人不会开口，活着才能有机会洗清冤屈。他虽说腿脚不好，却是唯一一个相信我、不嫌弃我的好人。我配不上他，我不能嫁给你。为什么？我哪里不好？你是不是嫌我腿残疾？不是，是我不好，我配不上你。我不在乎，我相信你，我是真心想娶你。我发誓，往后这辈子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招娣，嫁给我行不行？招娣，是爹没本事，护不住恁一辈子。往后嫁到沈家，安安分分过日子，好好的。姐，这钱你贴身藏好，别让沈家人看见。这是你攒着娶媳妇儿的钱，我不能要。拿着，你拿着，手里有钱，你在婆家才能硬气，不会受人拿捏和欺负。拿着吧，你弟娶媳妇的钱，往后还能再攒。往后沈大山要是敢欺负你，你立马回家找我，我一辈子给你撑腰。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过日子。才被休了没2天就又嫁人，也就沈大山这个残疾人肯把这哑巴捡回去当宝贝。刘婆子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，赵二麻是啥人谁不清楚？你无缘无故休了招娣就算了，人家大喜的日子你还来嚼舌根儿？大山是老实人，
能娶上媳妇是好事，你说话咋这么难听？关你们屁事儿！咋嘞？你们跟那残疾人关系不一般，容不得我说两句。招弟儿，咱们走吧。陈招娣，你这回真是嫁对人了，嫁给沈大山这残疾，要是再不安分，他腿脚不好，压根儿追不上你相好的野男人。刘婆子，你又想找事儿是不是？沈大山，大山，婶子也是为你好，这哑巴名声不好，你傻乎乎把他娶回家，就不怕他往后再偷男人给你戴帽子？招娣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我相信她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嚼她舌根污蔑她清白，我沈大山要她好看。哎呦，刘婆子，你赶紧走吧，大山护媳妇护得紧，再待下去恐怕是要挨收拾喽。哼，再走着瞧。他竟然在护着我。上来，我背你回家。他在怕我。别怕，我睡这边，你睡里面。我去镇上买点东西，你好好在家歇息。天都大亮了，你还赖在床上不起？你是嫁到俺沈家享清福的吗？对不起，我这就起来干活。把这堆衣服拿去洗干净，洗不干净你今天别想吃饭。别以为大山是个瘸子你就能拿捏他，有我在，你休想拿捏俺儿。你一个被婆家休掉了哑巴，能嫁进俺家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妈，我压根儿没想拿捏大山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活，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哼！再上一个婆家是没干过活吗？煎饼还怕冷啊？这小哑巴倒是个能吃苦的。你别洗了，我来洗。我没事儿，我能干活，这点衣服我自己洗就行。你在这儿坐着歇会儿，活我来干。大山，你干啥嘞？你疯了吧？谁家媳妇不干活？不过是让她洗几件衣裳，你都要护着，你这是被这婆娘灌了迷魂汤了吧？娘，天这么冷，你让她在冰水里洗衣服，不是故意折腾她吗？你真是胳膊肘往外拐！我洗了几10年衣服，从没说苦说累。现在你娶了媳妇儿，我让咱媳妇儿干点活，你就知道心疼了。那往后家里所有衣裳我全包了，我一个人能干3人的活，不用你受累，也不用我媳妇儿遭罪。我去镇上专门给你买的，快尝尝。你咋知道我爱吃这个？我之前见过你吃，你赶紧尝尝甜不甜。
这小哑巴倒是勤快，手脚利索，眼里也有活儿。洗个碗而已，恁还得烧热水，恁身子是有多金贵？柴火是恁砍的还是恁背的？知不知道背一捆柴有多累人？不是嘞，娘，俺没有浪费柴火，俺蒸了馍馍，煮了稀饭，水是顺带烧的。瞎比划什么呢？恁不会是看俺看不懂手语，偷摸骂俺两句吧？俺没有，娘，俺没骂你。好了，少跟俺比划这些看不懂嘞。往后洗碗一律用冷水，再敢浪费一根柴火，看我咋收拾你！笨手笨脚嘞，连个碗都端不稳，还愣着干啥？赶紧把碎片收拾干净，难不成还等着俺伺候呢？哼，这点活都干不好，要你有啥用？你回来啦，锅里有稀饭和馍馍，俺给你盛一碗。俺娘是不是又为难你了？没有，是俺自己不小心打碎了碗。心给你埋了，恁先吃着。柴火没了，俺就上山去砍。娘，往后招娣想咋使柴火就咋使，你一点不用操心，也别再为难她。哼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媳妇爱咋样咋样，俺不管，恁俩小两口的破事儿。坏了，这天是要下大雨，大山今儿不在家，俺院子晒了一院子的白菜，可不能遭灾了。白菜淋雨就要烂，到时候俺家一整个冬天的口粮就没了。娘，下雨了，俺怕白菜淋雨烂掉，全都收起来了，一点儿都没淋着。这满满一院子成吨的大白菜，你一个人搬完了？娘甭担心，俺力气大，一点都不累。你干啥？你想拿毛巾勒死俺是不是？
俺爹以前膝盖疼的时候，俺都是这样帮俺爹揉的，管用的很。你别以为这样讨好俺，俺就会待见你。既然恁嫁给了大山，进了俺沈家的门，那伺候长辈、操持家务，本来就是你该做的。娘说啥就是啥，俺都听娘的。娘，俺今儿带招娣回门，恁自己在家吃饭就行，不用等俺俩。谁稀罕等恁俩？一个二婚媳妇回啥门儿？也不怕出去丢人现脸，让全村人嚼舌根笑话。要不俺今儿个就不回去了吧，省得惹人闲话。不中，这是婚嫁规矩，必须得回。娘，俺俩先走了。站住！娘，你这是弄啥嘞？恁是不是个傻嘞？新媳妇回门是头等大事，恁就这么空着手去老丈人家，到时候全村人都得笑话俺们家不懂规矩，苛待媳妇。赶紧拿着这钱去镇上备正经回门礼，荤素熟食、糕点瓜果、吃食干货，一样都别少。还是娘想的周到，空手回娘家，招娣指定被人看不起。俺这就去镇上买。招娣，恁先回娘家，俺去镇上备回门礼，买完立马就去老丈人家找恁。不用特意花钱，俺是二婚，不讲究这些。咋？恁是想让全村人都笑话俺们家不懂礼数，说俺沈家故意苛待恁是不是？俺家虽然不富裕，但也是堂堂正正过日子的人家，最讲礼数脸面。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去买，别耽误时辰。好，俺这就去。哼！建军居然回来了，还这么快就带回新的对象了。哟，这不是招娣吗？今儿个不是恁回门的日子，咋就恁一个人在路上晃悠？不会是被那个跛脚嘞也休了吧？别急着走啊，招娣，说说咋回事儿？大山咋不陪恁回娘家？是不是恁在沈家也不安分，又被人赶出来了？不用恁多管闲事儿，俺早就不是恁的张家的媳妇儿了，俺的事儿跟恁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用猜，俺都知道，这世上哪有男人不介意媳妇儿偷汉子？就算沈大山把恁娶回家又怎样？还不是嫌弃恁不干净，把恁赶回娘家？都成哑巴了还不老实，像恁这样的，真是给俺们女人丢人。招娣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俺们建军找的新对象，城里的白领，有文化又漂亮，哪像你一个没文化的哑巴，还背着俺们建军偷汉子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恁胡说，俺没有，都是恁在胡扯。激动啥？你那点龌龊事儿，全村人都传遍了，谁不知道？还有啥不能说的？建军，这些年俺侍奉恁娘，操持恁家家务，任劳任怨，恁全都看在眼里。难道恁也相信那些谣言？招娣，全村人都看见了，这事儿你洗不清的。但是，俺相信恁没有偷汉子。建军，恁愿意信俺？是，俺一直都信恁，因为招二妈就是俺让俺娘招来陷害你的匹夫。陈招娣，
恁别再死皮赖脸缠着俺家建军。俺们建军现在有郭兰了，人家是城里富户的闺女，恁几辈子都赶不上人家的身段和福气，更何况郭兰肚子已经有了俺们县军的种了。不错，俺已经怀上了建军的孩子。陈招娣，俺不管能和建军之前怎样，既然已经离婚了，就别再想着纠缠俺家建军，否则俺要你好看。哼！所以恁故意让赵二毛陷害俺，让全村人唾骂俺，就是为了好娶她。恁现在也都看明白了。陈招娣，恁一个哑巴，居然敢动手打俺！你想干啥？沈大山，恁赶紧给俺松开！这是俺的家务事儿，恁个外人瞎掺和啥？招娣现在是俺媳妇，她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，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俺跟恁拼命！大山，那个憨娃儿，别叫这黑心哑巴骗了。这女人刚跟恁成亲没几天，转头就在路上勾搭俺家建军，摆明了心里还装作前夫，拉扯不清，恁可别当这个冤大头。不是，俺没有，俺早跟张家亮清了，俺没勾搭他。大山，恁信俺，俺真没有。招娣，不用解释，我信你。真是稀罕事儿，一个名声臭遍、人人唾弃的二手货，居然有人当成宝贝疙瘩护着。不过也正常，就恁这条件，眼光能好到哪儿去？他条件咋了？大山比张建军强10000倍。是他眼光差，看上俺了。那恁嘞？恁眼光又好到哪儿去？恁就算家境再好，眼界再高，不还是捡俺扔了不要的二手货？你个哑巴瞎比划啥？没错，你眼光可不就是捡俺家招娣不要的二手烂男人，有啥可嘚瑟？那个哑巴敢这么编排我！真是乡下人头次见世面。沈大山，你眼瞎了才看上这种女人？真正眼瞎的是你。咱青山村10里8乡谁不知道？招娣嫁进张家3年，起早贪黑，地里家里2头扛，所有脏活累活全是她一个人干。她伺候刘婆子，省吃俭用，1分钱都舍不得给自己花。张建军进城打工的路费本钱，全是招娣熬夜下地点灯做针线，一针一线1分1厘硬攒出来的。沈大山，那是他自己乐意，又不是俺逼他做的。张建军，你就是个靠女人养活吃软饭的窝囊废。自己媳妇在村里被人污蔑，受尽欺负，你不替她撑腰就算了，反倒狠心把她休了，任由全村人戳她脊梁骨，毁她名声。你胡咧咧啥？是这个哑巴不守本分，不知好歹，俺家建军才休了他。就这么个没出息的孬种，你还上赶着倒贴，怀了他的娃。你真要是嫁给他，往后就得天天伺候婆婆，一辈子吃苦受累。这样的男人，谁嫁谁倒霉。他说的是真的不？张建军，你老实跟我说。我要是嫁进你们张家，是不是也得天天干这些脏活累活？是不是一辈子都要伺候你娘，受这些罪？媳妇儿，恁别信他，他瞎编的，故意挑拨咱俩关系。真的？那可不，他俩就是嫉妒俺能娶到你这种城里小姐。他俩日子过得不如俺，心里不平衡，所以就故意诋毁俺。沈大山，你少在这挑事儿。陈招娣再能干，再能吃苦，咋着？她骨子里就是不守妇道、不干不净的女人。那天俺娘抓奸，大半个村人都看见了，假不了。你非要死心眼护着这么个烂名声的女人，这辈子都得被村里人戳脊梁骨，抬不起头。不是的，大山，是他们故意设圈套坑我。赵二麻根本不是自己摸进来的，是他们花钱雇的无赖。他俩故意演戏抓奸，当众毁我清白，就是为了败坏俺名声。原来是这样。媳妇儿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就是一群疯狗乱咬人，咱们走吧。对，不跟这帮不讲理的人憋扯，赶紧回家。今天
你们怕是走不了。你想弄啥？各位乡亲，都过来评评理。咋了？发生啥了？咱赶紧去瞅瞅。瞅瞅，都去瞅瞅。这是弄啥嘞？大老远就听见有人吵架。好像是张家跟沈大山两口子闹别扭了，具体啥事还不清楚。你们一家子干尽龌龊亏心事，有本事就当着全村乡亲的面，接着颠倒黑白，欺负俺媳妇儿，真以为没人能治你们？大山兄弟，发生啥了？恁媳妇受啥委屈了？恁说出来，让大伙听听。我就是路过，这陈招娣不守妇道来勾搭我，我还没说啥呢，沈大山就冲过来，非拦住不让我走，还想对我和我新娶的媳妇儿动手，简直就是耍流氓。大山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再大的事儿也不能动手打人啊。就是大山别冲动，动手打人被村长知道了，要扣你家粮食，通报批评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大山没打人，根本不是他们说的这样。大山，你快跟大家解释清楚，赶紧的。不用解释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。你就搁这演戏颠三倒四，乱嚼舌根，想把全村人都蒙过去，藏住你那些脏名堂。老话都讲了，做事不亏心，啥都不怕，干了坏事儿，咋捂也捂不住。你啥意思？赵二麻，这看热闹看得可得劲儿吧？我早看到你躲在后边看热闹，既然被我揪出来，就甭想跑。沈大山，你跟张家结缘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再说我跟赵爹好的时候，她还不是你媳妇儿嘞。好你个无赖赵二麻，你还敢露头？就是你糟蹋俺家前儿媳，给俺家建军戴绿帽子，把俺老张家的脸面踩得稀碎，毁了俺全家的名声。刘婆子，你发啥疯？啥叫糟蹋？俺跟招娣本来就是你情我愿，在一块儿好长时间了，一直都是他心甘情愿嘞。不是，你们串通一气撒谎陷害我，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。你说没有就没有。陈招娣，你奸夫都出来指认你了，还有啥好说的？就是。赵二麻，今天全村乡亲都在这儿，俺问你几句话，你老老实实回答。你不就是想问俺跟恁媳妇儿有没有睡过觉？你手上的钱哪来的？啥钱？我不知道你说的啥。我今天去镇上置办东西，亲眼看见你在饭店里出手阔绰的很，买这些东西回门，也不知道够不够体面。俺就随便演一场戏，调戏个娘们儿，立马就有人给俺送一大笔钱。你在饭店大把花的钱，到底哪来的？我的钱当然是俺自己攒的，全村谁不知道你赵二麻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天天不种颠不干活，在街上瞎晃荡。就你这懒性子，随便几天能攒出大把闲钱，还敢去镇上大吃大喝。这赵二麻不欠债赊账就烧高香了，咋可能攒出钱？就是这小子懒得出奇，哪来的钱喝酒摆货？指定有猫腻。不会是你偷的吧？你胡说八道！不是我偷的，不是偷的，那钱到底哪来的？你少多管闲事儿！人家的钱哪来的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又不是偷你来。就是，这是我自己的钱，跟你交代啥？刘婆子，你刚才还对着赵二麻喊打喊杀，骂他毁你家名声，怎的一转眼反倒主动护着赵二麻？我那是。沈大山，俺娘是看不惯恁仗势欺人，你刚才欺负俺一家人就算了，现在还故意为难赵二麻，真当咱青山村没人管你？我这就去喊村长来评理。好，正好我也想请村长过来。赵二麻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老老实实说清楚钱是谁给你的。你要是还死扛，等村长来了，直接定你个偷窃罪，把你送去劳改。别送我去劳改，我不去劳改，我真的没偷钱，我没偷。没偷？那你去饭店大把花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今天必须说清楚。铁定是他偷的，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，
赶紧抓去劳改，别让他在村里继续祸害人，败坏风气。好你个刘婆子，你敢翻脸不认人？你不认就别怪我不义。今天我就当着全村乡亲的面，把你的烂事全抖露出来。是他，全是刘婆子搞的鬼，从头到尾都是他指使俺干的。俺的娘哎，这刘婆子心眼也太黑了。可不是咋的，这一家子真是坏透了。为了潘高枝娶城里媳妇儿，硬生生把老实本分的招娣往死里逼。是他私底下找我，给了我20块钱，就为了让我配合他演戏，故意栽赃陈招娣，败坏他的清白，好让张建军风风光光娶城里的郭兰。你放屁，纯属胡扯八道！我从来没找过你，更没给你1分钱。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偷了钱，现在怕被送去劳改，就往我身上泼脏水。那20块钱我花了一些，还剩13块都在链儿。当初怕你反悔，俺特意让你按了手指印儿，这就是铁证，是你刘婆子花钱收买我，让我演戏，栽赃陈招娣了实打实证据。你凭什么说那上面的手印是俺娘的？谁能证明？张建军，这手印一查一个准，是谁的就是谁的。你要不信，咱们就对比一下，看谁能赖得掉。真是黑透心肝儿！招娣多老实本分、勤快能干的姑娘，活活被他们早见毁了名声。心眼这么歹毒的人，就该直接赶出咱们青山村，别在这儿祸害乡里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大家别信他胡说，都是污蔑。我娘不是那种人，是赵二麻，是她故意坑害我们家。坑你？人家咋不坑旁人，偏偏就坑你？没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叫门，事儿都明明白白摆这儿了，你还搁这死鸭子嘴硬，真是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钱和手印收据都在，还在这装无辜狡辩，没法活了！你们全都合伙欺负我们这孤儿寡母。村长来了。村长，您来的正好，这件事儿我媳妇儿是最大的受害者，我恳请您为她主持公道，彻底还清她的清白。赵二麻，看在你没爹没妈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份上，俺不把你送去劳改，但以后你也别回俺们村，俺们容不下恁这尊大佛。村长，这事儿都是刘婆子挑的，不能全怪俺。还有恁们俩，心思咋恁毒？为了自己攀高枝娶城里媳妇，把招娣好好的姑娘往死里逼。俺罚恁们连续3天蹲在村口认错检讨，村里也会贴满通告，把恁们干的丑事全扒出来，还招娣清白。什么？村长，那岂不是太丢人了？现在觉得丢人，恁害招娣的时候咋不觉得丢人？另外，恁家今年所有救济口粮全部取消，就是让大家伙看看，在咱们青山村害人耍阴招，绝对没好下场。该，这就是作恶的报应。张建军，俺跟了你真是丢了脸了。媳妇儿，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招娣，没事了。谢谢呢。俺们俩是两口子了，你的冤屈就是俺的冤屈，替你讨回公道，本来就是俺该做的事儿。今天俺要让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，俺沈大山的媳妇儿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，俺风风光光带恁回娘家。姐夫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我都听说整件事了。张家之前做错了事，如今终于有了相应结果。我一直坚信我姐是清白的。别站在门外吹风了，快进屋歇着。大山，我家招娣以后就托付给你了。这些年孩子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做父亲的全都看在眼里，心里一直十分煎熬。如今有你真心呵护善待他，我悬了好几年的心，终于能安稳放下了。爹，您尽管放心，往后我一定不会再让招娣受一点委屈。招娣，是爹以前不对，没能相信你。过往所有烦心事都过去了，今后你安心和大山好好生活。爹，我都明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。能回来啦？今天上山打猎累不累？不累。这是给俺的。真是闲得慌，一天天净琢磨这些花里胡哨的没用东西。真是闲得慌，
一天天净琢磨这些花里胡哨的没用东西。娘是不是又生气了？给俺也编一个。好嘞，娘，俺这就给您编一个最好的。大山腿脚不方便，天天上山打猎受累，娘也常年下地干活。俺身子好好的，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吃白食，拖累一家人。娘，昭天说他想去镇上摆摊卖自己编的竹筐。大山天天上山打猎就够累了，能摆摊编筐，难不成还让他抽空帮能砍竹条忙活？再说能给筐子建那些碎布，零零碎碎不得花钱？镇上离村里来回50里路，大山腿脚不利索，来回折腾，俺儿子多受罪。大山，能跟娘说，俺绝对不麻烦恁。啥麻烦不麻烦的，俺就乐意让恁麻烦俺。娘，招娣想做什么，俺都支持她。她喜欢愿意尝试，就随她来。以前在张家，俺不管多努力做多少事，换来的都是泼冷水。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毫无保留、无条件偏爱和包容。中，随男们，就知道瞎折腾，真折腾累了可别喊苦。俺还怀着孩子，恁就给我喝这种野菜汤？俺不管，俺今儿非得喝鸡汤不中。那招娣天天喝着野菜汤没吭过一声，偏就城里姑娘娇气。恁说啥？湘君，恁跟娘说实话，这郭兰好歹是城里下来的闺女，到底带了多少嫁妆？俺们家今年叫村长发了粮食，本来就紧巴巴嘞，口粮都快接不上对儿了，可不能白养着她吃闲饭。娘，城里不兴咱这老规矩，兰兰不嫌弃咱穷，愿意嫁给俺，就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，咱哪好意思强求她带嫁妆啊？娘，恁把眼光放长远点，咱现在好好伺候兰兰，事事顺着她。国家就她这一个女娃，等她肚子里的娃生下来，往后她家所有家产不全是咱这娃的？到时候恁是娃亲奶奶，咱能吃亏？咱先熬一阵子，以后绝对吃穿不愁。可她天天闹着吃肉，今儿又非要喝鸡汤。俺们家刚被村里发了粮食，今年过年的口粮都凑不齐，哪有余钱给她炖鸡汤啊？往年冬天家里不年年都有鸡汤喝，咋今年突然就没了？往年家里有陈招娣啊，她年年养鸡喂鸭，勤快得很，当然有鸡汤喝。现在她去老沈家了，咱家里哪还有鸡，连根鸡毛都没有。那能赶紧把家里的私房钱拿出来，俺明儿去镇上买只肥鸡回来给兰兰补身子，说啥都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。大山，能看这些筐俺差不多都编好了，样式好看又结实，明天就能全部拿到集市上去卖了。手都磨这么红了，疼不疼？集市路恁远，恁腿脚不方便，不用陪着俺跑这一趟。今儿是恁头一回上集市摆摊，俺陪着恁心里踏实。就这一回，帮恁把摊子稳住，往后咱自己来赶集，俺就在家打猎干活。闺女，恁这竹筐着了，恁编的又好看又结实。就是恁太闷嘞，成天闷了，一直坐着不吭声。恁得张嘴吆喝呀，生意才能好起来。可俺是个哑巴，咋吆喝啊？看样子今儿的筐是卖不出去了。自家纯手工编的竹筐竹篮，做工密实，结实耐用，装菜装量，收纳啥都中。这年头少见哦，还有大老爷们主动站出来帮媳妇儿吆喝卖手工物件。闺女，恁可真是好福气。哎，老板，恁这筐看着不辣，叫俺瞧瞧。媳妇儿，鸡已经买好了，咱早点回去吧。路上颠得慌，别累着恁和肚子里的娃。俺不，好不容易赶一次集，俺还没逛够呢。建军，您快看，这竹篮也太好看了，这筐编的真扎实，装粮食称重重不重？婶子放心，全是老竹条实心编的，不变形不塌底儿，用好几年都没事儿。那中，给俺来一个，俺正好缺个装菜的筐。哟，可真够巧的，没想到在这摆摊的居然是恁俩。陈招娣，看来恁这辈子就是劳碌的命，只能干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粗活。恁以前跟着俺，好歹不用风吹日晒、抛头露面，在家安稳待着就行。如今改嫁嫁了个瘸子，还得大老远跑集市上遭罪，挣这点零碎辛苦钱。依俺看，恁天生就是个穷酸命。俺凭自己双手挣钱，干干净净、堂堂正，每一分钱都花得心安。比起你巴结女人、吃软饭过日子，俺活得比你体面，比你干净。你咋说你两句还不服气？摆个破摊子，还真把自己当大老板了。今儿头一天开张，俺不想跟恁俩扯皮闹事，赶紧走！你凭啥赶人？
这路是俺家的，俺就站这儿，难能把俺咋着？俺就说他是穷酸劳错命，少废话！俺这摊子不欢迎恁，赶紧滚，别耽误俺家做生意。咋？上次村里罚你还没长记性，还想让俺带着你找村长评理去？中，俺不跟恁一般见识。真晦气，出来赶个集都能撞见穷酸倒霉鬼。各位乡亲，筐子都是俺媳妇儿纯手工编的，结实耐用，价钱实在，相中了随便挑，随便选。给俺拿个最大的，装粮食正好。俺要这个好看的，在家收东西、赶集买菜都得劲儿。给俺也来一个。5块钱，俺俩今天竟然挣了5块钱，这是俺和大山靠自己双手堂堂正正挣的第一笔钱。能看看喜欢哪个花色，哪个颜色，浅色系衬恁肤色，鲜亮的花色穿起来也好看，随便挑，不用省。恁要给俺买衣服？对啊，头一天开张就卖空，大喜事儿！俺给恁扯2身新布料，做件新衣裳庆祝庆祝。别乱花钱，挣钱太不容易了，这钱得留着过日子贴补家用。俺不用穿新衣服，旧衣裳穿着就好。恁挣的钱，咱自己好好存着，扯布做衣服的钱，俺单独出。那俺也要用自己的钱给恁和娘扯新衣裳，恁不许不同意。中，都听俺媳妇儿的。娘，今儿招娣头1岁摆摊卖筐就挣着钱了，是咱家里的大喜事儿。晚上咱做2个硬菜，好好庆贺庆贺。庆贺啥庆贺？一点小事就想着铺张浪费，不知道攒家本儿，还乱花钱扯新衣裳，太不会过日子。咋样？俺穿这身合身不？好看，娘穿着又合身又精神，这花色衬得人特利索，就会哄俺开心。俺下地干活去了。娘走得太急，忘带午饭了，俺给她送到地里去，正好路过后山砍点新竹条，一点不耽误事儿。中，路上慢点走，当心脚下。汪婶子，今儿啥哈日子啊？恁平时最抠最省，咋舍得穿新衣裳了？还不是俺家大山娶的这个媳妇儿招娣，那张家太不是个东西，也不知道这娃在张家吃了多少苦。是呀，招娣那娃命苦，俺就想着她嫁过来，就好好歇着享享福。谁知道这娃踏实又倔强，压根儿闲不住，熬夜编了竹筐，跑集市摆摊挣钱。辛辛苦苦挣2个钱，自己舍不得花。头一档事儿就是给俺这老婆子扯新衣裳。哎呦，王婶子啊，恁可真是好福气。虽说咱儿媳不会说话，但人心地善良，踏实孝顺，又勤快又能干，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儿媳。恁可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哑巴看着安分，心里鬼精得很。现在装孝顺博好感，指不定背地里憋着啥坏心思。说不定哪天就给沈大山戴绿帽子，到时候生的娃都不知道是谁家的种。娘好不容易才真心接纳俺，可别信这些瞎话，俺不能让他污蔑俺名声，俺得解释清楚。恁有完没完？嘴巴咋嫩臭？恁再敢当众瞎嚼舌根，污蔑俺家招娣，败坏他名声，俺就用这烂泥把恁这张搬弄是非的嘴糊上。王婆子，能疯了吧？俺看恁才是疯了，天天闲的没事干，就知道嚼人舌根，造谣生事儿。俺家招娣啥人品啥性子，俺这个婆婆比谁都清楚。俺家招娣勤快孝顺，本本分分，凭自己双手挣钱过日子，光明正大，比人家那忘恩负义、攀高枝坑媳妇的儿子强上千倍万倍。王婆子，恁给俺等着！你咋来了？不在家好好待着，跑田里瞎转悠啥？给娘送饭。你别多想啊，俺不是特意护着你，俺就是单纯见不得这种小人，整日搬弄是非、嚼舌根，败坏别人名声，看着就来气。换谁俺都对。今儿是咱家的好日子，招娣第1次挣钱，咱简单吃点，好好庆贺庆贺。谢谢大山，谢谢娘，要不是能护着俺、支持俺，
俺也做不成这些事儿。娘，招娣说谢谢你。谢啥谢呀？吃饭。大山，你现在媳妇也娶到家了，娘就一个盼头，你和招娣好好过日子，早点给俺生个大胖孙子，咱家就彻底圆满了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还不好意思了还。你放心，俺这就下去，俺不折腾你。你这是愿意来？大山，咋是你在这儿忙活？招娣儿嘞？嘘，娘，忙这事儿。招娣昨黑累惨了，让她多眯会儿。昨黑俺喝迷糊了，吐了大半宿，多亏招娣守着俺，她肯定累坏了。这会儿还没醒，乖乖嘞，真中，不愧是俺儿，看来俺很快就能抱上大胖孙娃子喽。赶紧上一边去，甭搁这碍事，俺来弄。那俺去帮招娣儿砍竹条。几个鸡蛋算啥？大不了俺今年多跑2亩地，必须给俺家招娣好好补补气血，早点添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。招娣，你可算醒了，赶紧起来趁热喝。啥日子？娘煮这么多鸡蛋？俺不吃，你昨晚累着了。俺家大山，你多吃点鸡蛋。娘是误会昨晚俺跟大山那个。娘，俺不吃了，俺出去编筐了。大山，你问问娘，想不想跟俺学编筐？娘，招娣问你想不想学编筐？哎呀，不中不中，俺可学不会。俺这双手天天刨地干粗活，哪有招娣那灵巧的手啊，做不来这细发活。没事儿，娘，俺慢慢教你，一遍学不会，咱就学2遍，保准你能学会。没想到俺也能编出这么漂亮的筐。大山，今儿这些筐俺自己去镇上卖就行，你不用陪俺。中，都听你的，你等俺一下。招娣，能拿着使。这个是俺专门给你备的吆喝喇叭，俺已经录好了，你只要按一下，它就能吆喝。俺不跟着你，也有东西帮你揽生意。这个东西很贵吧？俺只在村里大队广播站见过。只要能帮到你，花再多钱俺都值，啥都没俺招娣重要。纯手工竹筐竹篮，结实耐用，样式好看，带碎花衬里，居家干活、赶集装东西都中。
价格实惠，快来挑，快来选。给俺来一个。俺也来一个。闺女，这筐咋卖呀？大姐，对不住，这个俺自留了，不卖的。大山的腿不好，可他为了让家里能吃上口荤腥，天天上山打猎，俺不能总让他这么遭罪。招娣，你要养小鸡？招娣呀，不是娘泼你冷水，养这些小东西得喂吃食、喂饲料，咱家里口粮都紧巴巴了，哪有余粮喂它们啊？是啊，招娣，这大冷的天儿，小鸡仔娇贵得很，怕是不好养活，万一冻坏了就白瞎了。娘，大山，您放心，俺心里有数。俺这几天上山砍竹条，顺带扯了可多野菜，晒干存起来了。俺卖筐挣了钱，也能买点鸡饲料回来，到时候饲料掺着野菜喂，饿不着它们。那中，娘也搭把手，俺往后下地翻地，专门给这些小鸡挖点蚯蚓回来，给它们加餐，长得快，壮实。再过些日子就过年了，到时候小鸡长大了，有鸡蛋吃，还能炖鸡汤，咱一家人也能好好改善伙食。大山也不用天天上山。太好了，大山，你不用天天上山，以后也说不一定能治好你的腿。娘，俺不治。大山的腿还能治好？大山，你的腿能治？大山，你那腿，大夫说了能治，之前娘没用，你为了养家，只能让你拖着坏腿天天上山打猎糊口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不用再拼命上山遭罪，招娣又能干，边框能挣钱，咱慢慢攒就能治腿了。娘，别说了，俺的腿，俺心里有数，俺不治。大山是因为不想花钱才不想去治腿吗？大山，明儿你陪俺一块儿去镇上吧，咱把编好的筐卖完，顺便再买点鸡饲料回来。中，都听你的，明儿俺陪着你去。大山，你能说话，你咋会手语啊？俺以前上山打猎，碰见一个好心的老先生，是他闲得慌教俺的。招娣，你的嗓子有去治过吗？俺去过，俺小时候其实不是哑巴，是有一次不小心撞到了脖子，才变成哑巴的。后来大夫说俺的喉咙已经长好了，但是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儿，俺就是说不出话了。明天还要赶集，早点睡吧。既然大山的腿能治，俺往后一定要好好挣钱，攒够钱就带他去做。对不起。又是野菜汤，天天都是野菜。张建军，你到底算不算个男人？连一口带肉的饭都给俺挣不来，俺怀着恁家的种，还得跟着你天天受苦遭罪。以前招娣在咱家的时候，家里啥时候缺过荤色，日子也安稳顺当。你又提那个哑巴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俺好？是不是后悔把他赶走了？果兰啊，俺不是那个意思。媳妇儿甭生气，娘不是那个意思。对，俺就是听说陈招娣卖筐挣了不少钱，还买了一窝小鸡，俺越想越气。他以前在咱家的时候，压根就没见他编过筐，指定是以前压根就没真心带过咱建军，藏着本事不肯拿出来。那俺就让他在镇上的摊儿摆不下去。媳妇儿，你是说你娘家那个？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凭啥过得比俺舒服，比俺风光？娘，俺和招娣去镇上喽。有没有人救一下俺？有人吗？
同志，救救俺！真是太谢谢恁两口子了。刚才迷路没留神，草里有个坑，就不小心掉进去了。俺姓梁，今儿是来找青山村村长的办正事儿的。要不是恁俩好心搭把手，俺今儿就栽到这儿了。梁同志，你找村长来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连着翻3个坡，坡顶那家就是村长家，可好认。那可中，真是麻烦你了，太感谢。不算啥，乡里乡亲的，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？就是顺手拉一把，捡东西，不知道你便便道谢。恁两口子这是出门嘞？看着像是去镇上赶集。对，俺和俺媳妇儿去镇上卖竹筐。大哥，您家里要是缺筐、缺竹篮，有空可以来俺摊上瞧瞧，都是纯手工编的，结实耐用。中，俺这会儿还有公务要办，得先去忙活。等俺事儿办完了，一定去恁摊上捧场看看。中，你先忙，慢点走啊。乖乖，这小竹篮也缝着碎花布，你手艺真绝。俺买一个挂墙上装零碎，再拿一个买菜用。大家放心用，俺家的筐不扎手、不变形，结实着呢。给俺也来一个。哎，给俺也来一个，给俺也来一个。张建军，你睁大眼瞅瞅，这个哑巴现在过得多风光，人前呼人后拥，摆摊大把挣钱。俺怀着恁老张家的种，天天在家啃野菜喝寡糖水，跟着你净受窝囊这样苦日子。你要是有种，就上去给俺把他的摊子掀喽。要不是他，村长也不会断了俺家过冬的补助粮。一个被俺休掉的哑巴，也敢在这集市上抛头露面抢风头，真当没人能管得了他了？哎呀，这弄啥嘞？这卖筐的两口子招谁惹谁了呀？你疯了吧，张建军！张建军，俺两口子安安分分做生意，俺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凭啥砸俺家摊子，毁俺家东西？俺就掀了你的摊子，你能咋的？沈大山，这哑巴以前是俺的人，俺想怎么管就怎么管，以后不准他再来镇上摆摊放狗屁。他现在是俺媳妇儿，是沈家的人，跟俺张家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俺再敢撒野，俺今儿绝不饶俺。啥沈家的人，他就是俺张家不要的破烂儿，是俺休了他，他才跟着你。原来是前夫啊！你少在这儿颠倒黑白，当初是恁张家欺负他，硬生生把他逼走的。现在看俺媳妇儿能干能挣钱，你就眼红找茬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不要脸是这个哑巴，在外勾三搭四，勾引流氓，回头又勾引你这个瘸子，让你替他出头撑腰。好啊，你还敢动手推啊？俺怀着孕呢，你是想一尸两命是不是？俺没有推人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大家伙都看看啊，这个哑巴女人欺负俺一个大肚子孕妇，上手推俺打俺，肚子里还怀着娃了，她真是想活活逼死俺娘俩啊！明明是恁俩先来掀摊子闹事儿，咋反倒倒打一耙了？这人咋能这么不讲理？真是睁个眼说瞎话。人家小媳妇从头到尾没动手，一直被恁拉扯，太欺负人了。都闭嘴，这没你们多嘴的份儿。谁再多嘴掺和，别怪俺对咱不客气。恁俩简直是无赖，光天化日之下砸人摊子，欺负老实人，真当没人能治得了呢？治啊，谁能治啊？别说砸恁几个破筐，就是不让恁在这摆摊儿，谁也管不着。都住手！大白天在集市吵吵闹闹，拉扯滋事，故意扰乱集市秩序，像什么样子？质保来了，质保来了，这下有人主持公道了。干部来了，有人替俺们做主，还清公道。闹得集市乌烟瘴气，把这摊子所有东西全部给俺砸烂，请走。啥？质保同志，是他们先上门掀了俺的摊子，砸俺的东西，你咋不罚他们，反倒要清俺的摊子，毁俺的东西？你得讲个公道。质保干部明明是他们寻衅闹事，能不分黑白欺负老实人？质保来了，轮得到恁俩说话吗？
今天俺就把你这些不值钱的破光全砸烂，俺看恁以后还咋在镇上摆摊，咋挣钱糊口？俺让你摆摊，俺让你在集市出风头，今天非得给那两口子狠狠长长记性。赶紧过来，把这人给俺摁住，不许他乱动姿势。明明是他们先掀摊，砸东西，故意去闹事。你身为干部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光摁俺，欺负俺两口子老实。亮叔，你看他俩还嘴硬呢。你叫他说，怪不得那两口子这么嚣张，原是有亲戚当官给咱撑腰。你们串通一气，明目张胆欺负俺老实人，简直太欺负人了！知道就中。亮叔是俺自家人，在这集市他说了算，得罪俺就让恁两口子在镇上彻底混不下去。俺两口子本分摆摊做生意，从来没招惹过谁。你身为集市至宝，不主持公道，反倒帮着亲戚仗势欺人，毁俺生计。你摸着良心说，这公道在哪儿？少在这胡搅蛮缠！恁在集市吵闹滋事，扰乱秩序，衣规处恁天经地义。听见没？至宝都发话了，今天恁俩就是白受着，活该！真是没天理了！当官的偏袒亲戚，老实人活该受欺负。多好的两口子，本分做生意，硬生生被人欺负成这样，太冤枉了。没办法呀，人家有权有靠山，咱普通人谁敢多嘴？多说一句都惹麻烦。跟俺两口子斗，咱纯属自讨苦吃。今天不光砸烂咱这些破筐，以后这集市咱半步都别想踏进来摆摊儿。你身为干部，不分是非，徇私护短，纵容亲戚作恶，欺负俺安分收集的普通人，你根本不配当这个至宝。叔，他说您不配当至宝。啥？给俺把这两人给俺丢出集市，永远禁止在此摆摊儿，都不准动俺媳妇儿！住手！梁同志，没事吧？俺没事。招娣，没事吧？俺要是今天不过来，还真不知道恁这集市至宝在市集上竟是这么做事的。恁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敢管俺叔了事儿，恁算什么东西？亮叔，恁打俺男人干啥？闭嘴！少在这胡咧咧！主任，恁咋突然过来了？主任，俺来干啥？俺是信守承诺，专程过来找他俩买竹筐的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些辛辛苦苦编出来的竹筐，全都被人当众恶意打烂，肆意糟蹋，半点不剩。主任，恁不知道实情，是这两口子故意挑事闹事，欺负俺一个孕妇，郭至宝才帮俺讨回公道的。是，主任明察，他俩摆摊儿经常讹人，还率先动手滋事打人，情节恶劣，必须从严严惩。俺两口子什么时候讹人了？恁说没有就没有，俺就说恁讹了。主任，恁快把他俩赶出去。今早俺在青山村办公务，不慎摔倒在坑里，这两口子二话不说出手搭救，全程善良本分，半分回报都没要。那会儿都没讹俺，现在在集市上做生意会讹客人。原来真是好人有好报啊！这下总算真相大白，恶人要遭报应了。俺就说这小两口看着老实本分，真是太解气了。国亮，能仗着人脉职权，肆意仗势欺人，颠倒黑白，寻衅滋事，当众砸毁人家赖以生计的摊位货物，欺压安分守己的老实生意人。俺看恁这个至宝也别做了。主任，不要，是俺糊涂，是俺不分青红皂白，徇私办事，是俺猪油蒙了心，乱作为，俺知错了，求主任饶恕，求恁不要罢免俺。刚才欺负人的时候嚣张跋扈，无法无天，现在犯错了才知道求情示弱，晚了。不可能，主任这种大官，
怎么会认识他们两口子？你身为集市管理人员，偏袒亲属，恶意欺压百姓，毫无公职操守，完全不配担任管理干部。从今儿起，即刻撤销你集市摊位管理一职，全镇通报批评，严肃追责。还有你们2人，无端寻衅滋事，恶意毁坏他人财物，肆意欺压无辜百姓，所有被你们砸毁的摊位、竹编货物，全部由你们2人双倍赔偿，1分不得拖欠。来人，把他们3个全部清除市籍，不许在此逗留滋事。你们家这竹筐手艺是真不赖，做工扎实细密，样式还新颖别致，比市面上那些粗糙笨重的筐子好看太多，实用性也强，都是俺媳妇儿编出来的。她手巧，就是可惜了，今儿好一批货全都被糟蹋了。梁同志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乡里乡亲的，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？就是顺手的事儿，不值当你一遍遍道谢。招娣妹子说话不方便，俺也就不绕弯子了。俺想问你们2口子一句，愿不愿意长期给咱镇上的供销社供货？只要能按时出货，不用天天来集市摆摊，供销社直接上门收货，省心又稳妥。俺可以吗？俺家筐可以和供销社合作？可以，供销社最近正好紧缺这种做工精细的竹编货，不管是家用收纳筐还是墙面挂篮，实用耐看，老百姓认可度高，销路好。你愿意的话，俺可以向供销社推荐你俩。主任，你的好意俺们心领了，就是这活怕是接不住。俺媳妇儿一个人编筐，速度有限，平日里零散摆摊勉强够家里日常开销。要是给供销社大批量长期供货，活太重，她一个人指定忙不过来。俺可以长期供货。谢老板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2位就是俺跟您说的手艺极好的竹编匠人。这位就是咱镇上供销社的负责人谢老板。既然是梁主任推荐了人，俺自然是信得过。但是恁俩应下了长期供货，俺得把细节一一敲定清楚。应该的，你说。咱们供销社目前最缺的是家用收纳竹筐、厨房沥水小竹篮，还有墙上挂了壁挂竹篮，这3类销量最好，老百姓抢着要。俺媳妇儿说这3种款式她都熟，她还能做带碎花衬里、带分层的改良款，样式更新颖，卖相更好，供销社可以优先上架。那太中了啊！能有新式花样是好事，咱们供销社就缺这种新鲜款式，不愁卖不动。俺媳妇儿说，手工竹编难免有细微蛛丝纹路差异，但绝不残次，绝不偷工减料。价格，俺按供销社最高收购价给俺结算，分类定价，统一月件，不能拖欠俺1分钱。行，俺先带恁过去看看店里的样品，后续做货也更贴合售卖需求。招娣妹子真是太通透，太能干了，啥事儿都考虑得面面俱到，滴水不漏，比好多能说会道、油嘴滑舌的商艺人都靠谱100倍。大山，能有这样的媳妇儿是恁的福气。招娣要是会说话，肯定比现在更能干，都怪俺。行，那就这么彻底定下来了。最后一件事儿就是俺得跟恁定产量，恁1个月稳定能出多少货？招娣，400件，你一个人日夜赶工都未必做得完。你放心，俺有办法。恁俩回来了，今天镇上的事儿顺利不？娘，好事儿！往后俺们再也不用天天折腾跑镇上摆摊了。娘，供销社的领导跟俺们定了长期供货，以后他们直接上门收筐，俺们不用风吹日晒去镇上赶集摆摊卖货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这下可省心太多了。但是
招娣，恁说的办法是什么？每月几百件的量，担子太重了，恁要咋样才能做到？大山一直心疼花钱，舍不得去治退。现在既然有挣钱的门路，长期给供销社稳定供货，俺就有一份能攒下稳定收入的营生。等俺攒够钱，俺就能带大山去好好治腿，看腿疾。俺的办法就是招工。招工？村长一下子把俺们村女的都召集到大山家，到底是干啥的事啊？今儿把大家伙专程叫过来，是一桩造福咱们村的大好事。咱村的招娣往后要跟镇上供销社长期合作，稳定供货，主筐主揽。供销社订单量大得很。从今儿起，村里只要是在家闲着没有正经营生的婶子、媳妇、妇人，都可以来沈家学边框手艺。招娣亲自手把手教学，毫无保留，学会就能直接上手干活，按劳计费，多劳多得，做完统一结算，实打实现结工钱。啥？有钱赚？俺们这些妇女天天在家闲着无事可做，手里半分零花钱都挣不到，日子紧巴巴的。这下竟然也有正经营生干了。但是俺能学会吗？各位放心，俺这老婆子都能跟招娣学会，恁肯定能行。咱们青山村难得出这么个好孩子，自己有了挣钱的门路，不藏私不赌富，一心想着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招娣，哎呀，恁这院子里可真热闹！俺刚在村里听说，招娣免费教大家伙编筐，学好了还能挣钱。俺也来跟着学学，凑个热闹，沾沾喜气。这刘婆子还敢来呀？往日那么苛待招娣，毁她名声，现在还有脸主动凑上来蹭好处。站住！恁咋有脸来俺家？上次来俺一把烂泥糊住了恁那张臭嘴，都忘了是吧？他婶子都是乡里乡亲嘞，干啥这么激进？俺就是听说招娣能教全村人干活挣钱，俺也跟着学学，恁跟着学。亏恁说得出口，当初恁一家子是怎么搓磨糟践招娣嘞？全村谁不清楚，谁不明白？恁还想来俺家挣钱，做恁的春秋大梦去吧！赶紧滚！俺家不欢迎恁。过去的事儿都翻篇过去了，俺好歹也算是招娣的长辈，咋还斤斤计较？再说恁说的不算，俺家招娣心软，对俺最好了，肯定接受俺。呸！当初恁造谣生事，误人清白，把招娣好好一个姑娘的名声踩在脚下践踏，逼得她无家可归，被迫改嫁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对恁好？恁当初往死里推她的时候，怎么不心软？现在看着有利可图，装可卖产，求原谅。滚！恁咋这么泼妇？就是啊，当初刘婆子到处瞎造谣，抹黑招娣，把人家名声毁得干干净净，硬生生把人逼走改嫁。现在看见招娣有出息，能带大家挣钱，立马厚着脸皮来蹭好处，心肠歹毒，脸皮还厚，真是太过分。当初狠心毁人清白，现在掩护人家好日子，想过来捡便宜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恁再不滚，俺这次就不是往恁脸上糊烂泥了，俺直接往恁脸上泼粪。婶子，过年好！这是上一批竹筐结算的工钱，一分不少，能收好。招娣，婶子今天特地来给恁赔个不是，以前俺糊涂，听那个刘婆子瞎传话，跟着误会恁议论恁，真是对不住。没事儿，婶子，俺不怪你，你当初也是被人蒙骗，不知情而已。过往的事儿都翻篇了，新年快乐！大山，招娣，外边天冷雪飘嘞，快进屋暖和暖和，别冻着身子。招娣，今年俺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恁来了俺家，俺也开心，做了娘的儿媳妇。娘，招娣说做您儿媳妇很开心。所有的苦都吃完了，往后余下的全是好日子。
今天不会还要吐吧？大山，咋还哭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，俺就是觉得开心。招娣，辛苦你了。不苦，有你在，有娘疼俺，日子有奔头，一点都不苦。招娣，当初能嫁给俺，是走投无路，被逼无奈。但是俺很早以前就喜欢人了。多早？该不会是俺跳河那天能对俺一见钟情吧？比那还要早。俺看着你嫁给张建军，俺没办法。但是后来俺看着你被冤枉，看着你被逼无奈跳河，俺就想着俺一定要把你娶回来。俺知道，俺其实配不上这么好的你。你没有配不上俺，俺当初确实是没有办法才嫁给了你，但是俺一点也不后悔。和你和娘在一起的日子，是俺这辈子最安稳、最幸福的时光。大山，俺也很喜欢你，真心实意的喜欢。郭兰那个败家媳妇，把俺家仅剩的余粮全都吃光耗尽。大过年了，反倒拍拍屁股回娘家享福去了，留着俺娘俩在这破屋里挨冻受穷。说到底，全都怪陈招娣。要不是他害得兰兰的亲戚丢了工作，兰兰也不会跟俺置气。现在还不肯回家，说要年后才肯回来。再不想想办法，咱娘俩冻死在这儿都不一定有人发现。编几个破竹筐有啥难嘞？既然他陈招娣能给供销社长期供货挣钱，咱娘俩也一样能。娘，恁想干啥？娘，这能行吗？这筐编得这么烂，人家供销社能收？咋不行？俺编的手都疼了。竹筐就是拿来装东西嘞，长得好不好看根本没啥区别。供销社每天收那么多货，咱就混进去这一批，他们根本看不出来。等会儿恁机灵点。同志，恁是不是进村来收竹筐的？俺是青山村的，俺这里还有一大批现成的竹筐存货。货都在沈家院子里收完了，恁这里咋还有？啊，沈家放不下，是一批的，所以在俺家也放了一些。中，那俺验验货。验货？哎呀，同志，您尽管100个放心，这可是招娣亲自盯着这么做的货，俺们只是帮忙寄存照看，品质绝对差不了。招娣姑娘的手艺，您还信不过吗？也是，招天妹子做人做事最稳妥，从来不会糊弄人，俺就不逐一细看了。俺帮您办，俺们手脚快，立马给您装上车，绝不耽误您赶路。钱给恁结好了，下次有存货依旧提前备好，按时来收。娘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，咱轻轻松松就赚到钱了，根本不用费多大力气。俺就说简单的很，陈招娣能做了，咱照样能做。以后咱就这么干，低价抢单，批量供货，慢慢把他的生意彻底抢干净。还想靠着边框安稳挣钱过日子，做梦！往后这门生意，该轮到俺娘俩说了算。娘，招婷说这批货还没做到合格标准，不能糊弄交货，砸了口碑。稳妥起见，延迟几天交货。应该嘞，做生意最讲究良心和信誉，宁可晚交几天，也绝不能交残次货，糊弄人。大山兄弟，招婷妹子，俺是看在梁主任的面子上，才让恁给供销社供货，恁这是干啥？把俺当猴耍？咋回事？做生意最讲究诚信，这才多久，你就拿这种残次废物混在好人里面糊弄我们？赶紧把钱退给我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可能和你合作了。谢老板，您先消消气儿。招提说，这批劣质筐绝对不是俺们沈家交出去的货。是啊，俺家所有成品、半成品全都好好堆在院里。俺家招娣正因为这批货细节不达标，还打算主动延期修正，不可能交这种残次品。
不是恁家嘞，可俺们供销社的售货员说是青山村供货的筐。那会不会是跟着招娣学编筐的村民里，有人见钱眼开，偷偷做了次品，瞒着俺们出去私自接单交货？不可能，村里的婶子媳妇儿们都是踏踏实实学手艺，就靠着这门盈利长久挣钱养家，没人会傻到做一批次品，砸了全村人的饭碗，断了长久财路，只为骗一次短价货款。除非是本来就眼红我们家生意又赚不到的人。等下你就再拦住售货员，把货交上去。站住！又是你们俩，村长，你看他们冒充我媳妇儿团队的货，糊弄售货员，以次充好，欺骗供销社。若不是我们及时发现问题，不仅我们家要承担损失，连整个青山村的口碑都要彻底败坏。恁娘俩到底为啥要干这种糊涂歹事？村长，俺没有故意骗人，俺就是学着编点筐，俺家实在太穷了，日子过不下去才出此下策，俺不是故意要害村里的。是啊，村长，俺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招娣好心免费教全村人编筐，带着全村老小一起挣钱过冬，过好日子。恁骗的是货款，毁的是整个青山村的信誉。一旦供销社彻底拉黑俺们青山村，村里所有人长久营生都会被毁掉，全村人的活路差点断在恁手里。村长，俺看来之前村里对恁的惩戒还是太轻，让恁不知悔改，屡教不改。从今儿起，恁母子二人离开俺青山村。村长，不能啊！求求您开开恩，俺们知错了，再也不干了。要是被村里除名，俺娘俩以后真的没有活路了。饶了我们这一次，别把我们赶出村子。这么冷的天，你们难道要让我们俩冻死吗？村长，算了，让他们把钱还回来，我以后会把收获看得紧一点。招娣善良，就让恁俩继续待在村里。但是俺作为村长，绝不允许青山村养祸害全村的白眼狼。从此往后，村里所有集体营货、福利门路，永久与恁张家无关。这批货做工精细，质量过硬，一点毛病挑不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质保量，绝不会再出岔子。行，既然这次的事是个误会，下个月俺依旧会安排供销社售货员准时过来收货，长期稳定合作。这是这批货的尾款，恁收好。没事儿，那俺就先回镇上了。这些钱应该够看一次大夫了，我得快点带大山去看腿。大山，钱我差不多攒够了，明日我就陪你去镇上找大夫，好好看一看你的腿。不用折腾，我这老毛病都多少年了，早就习惯了。平日里不疼不痒的，压根儿不碍事，没必要花那冤枉钱。怎么会不碍事？你的腿比什么都重要。行了，我要睡了。招娣，你说啥？俺看不懂。娘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，让大山去看腿？招娣，你是想说你要拿钱给大山治腿？好孩子，谢谢你。大山，你这腿落下病根这么多年，现在就去找娘，提那些陈年旧事干啥？我不去。大山一向温和沉稳，可为什么只要一提及治疗腿伤，他就会抗拒，强行回避？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有钱了，我可以带你去看大夫，为什么不去？我说了我不去，你为啥非要揪着这件事不放？我不用你可怜，不用你辛辛苦苦攒钱给我治。所以，你到现在还把我当外人。所以，你到现在还把我当外人。招娣，你睡了吗？招娣，你变成哑巴，
全都是我害的。是我亏欠你一辈子，我怎么还能心安理得花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，让你再为我受累治病？我做不到。救命！有人吗？救救我！救命！抓紧我，使劲往上拉，我拉你上来。都是我害的，你不能说话。小时候要不是人不顾一切救俺，俺当年早就摔死在那片山坡上，根本活不到现在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记着这份亏欠，偷偷找师傅学了手语，就是怕哪天想和你说话，想懂你的心意，却无能为力。原来小时候我救的那个人是大山。后来我眼睁睁看着你嫁进张家，我心里又急又痛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什么也不敢说。我看着你在张家受委屈，被人冤枉，受尽苦楚，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把你从苦日子里救出来，把你娶回家。可我现在才明白，你的哑巴，你这辈子的遗憾，全都是我造成的。如果你彻底知道所有真相，应该再也不想跟我好好过日子了。所以大山对我的百般呵护，处处包容，不是喜欢，是愧疚，是补偿。招娣，看样子小两口这是吵架闹别扭了。这有啥？真夫妻才吵架拌嘴呢，哪有两口子过日子一辈子不红脸的？夫妻吵架床头和，越吵日子越磨合，越吵日子越顺。我再去砍点竹条。那是最后一个鸡蛋了，咱家一点吃的都没有了。你快问问兰兰，能不能让她拿点钱给咱们？兰兰，眼下家里实在揭不开锅，你娘家条件好，你能不能先从你娘家拿点钱出来周转一下？张建军，你也好意思开口问我娘家要钱？咋还不好意思了？恁自打嫁进俺张家，整日好吃懒做，挑三拣四。当初嫁过来一分嫁妆都没带，空着手进门，天底下哪有恁这种占便宜的媳妇儿？你也好意思说我？是你娘俩没本事过日子，这全村亲戚害得我亮叔丢了工作，现在还有脸惦记我娘家的钱？我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爹，我问你爹娘拿点钱花怎么了？天经地义。好啊，张建军，我算是彻底看清你了。你跟着我就是为了我娘家的钱。那沈大山有句话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孬种。我怀着你们张家的孩子，你们有一顿让我吃饱吗？吃，那就知道张口吃。全村人都跟着陈招娣踏踏实实挣钱，日子蒸蒸日上，就咱家坐吃山空，越过越穷。我看咱家家底儿全是被你这个女人包坏的。你现在觉得那哑巴好了？当初不是你设计的流氓爬床让他滚的吗？你现在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张建军，你打我！谁让你推我妈的？肚子好疼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我要生了。这里离我家近，先带回家里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招娣说她快生了，
快快快，赶紧把人带进屋里躺下。大山，恁赶紧去烧水，准备干净布巾，抓紧时间。用力！生了，是个漂亮闺女。娘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的兰兰差点吓死娘了。娘，是他们一家人救了我和你们外孙女。多谢你一家人救了我们家兰兰。要是兰兰在路边出了意外，我真的活不成了。这份大恩我们记在心里。你们夫妻俩还有大娘的恩情，我们郭家记一辈子。都是邻里街坊，遇见危难伸手帮忙是应该的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她刚生产完，身子虚弱，好好休养最重要。俺大孙子呢？俺大孙子，你们娘俩还有脸过来？闺女怀着你们张家的骨肉，这么冷的天气挺着大肚子离家出走，若不是沈家的姑娘好心相救，一尸两命，你们担得起吗？亲家，都是误会，家里日子难，一时口角拌嘴都是小事儿，孩子平安就好，小事。我闺女怀着孕被你家逼得动了胎气，气到早产，这也叫小事儿？离婚吧！不行，不能离婚。兰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。亲家，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拌嘴嘞？为了孩子也不能离婚。俺大孙子还小，不能没有娘。口口声声大孙子大孙子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们家兰兰生的不是什么大孙子，是个乖巧的闺女。咋是个丫头片子？往后一场居然是个赔钱货！俺张家到底遭了什么孽？招娣说这女娃也是一条命，是你们张家的亲骨肉，你咋能这样重男轻女？恁娘俩简直丧尽天良！要不是俺家招娣好心救人，早就一尸两命了。闺女咋了？要是招娣给俺添个孙女儿，俺都高兴的上天。恁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女儿外孙女和你们张家没关系，这婚必须离。孩子归郭家抚养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张家和我们郭家一刀两断。这里是我沈家，不欢迎你们，滚出去！我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最后居然还是陈招娣在俺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保住了我和孩子的性命，就连现在也是他们一家站在我的面前。招娣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心眼坏，嫉妒你们安稳踏实，听信旁人闲话，一次次针对你，为难你。没事儿，看在你生了个乖宝宝的条件上，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昭婷说，看在宝宝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了。你要是喜欢孩子，你就也抓紧和大山生一个啊。我以前总觉得你懦弱，好欺负，甚至看不起你不能说话，觉得你是个哑巴，处处跟你作对。可真到了绝境，我才彻底明白，你才是最善良、最了不起的人。因为你不管在哪里都能活得安稳，活得漂亮。你心地善良，做事踏实，干活靠谱。我真心跟你道歉，往后我再也不会糊涂行事，胡乱针对别人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一家人好事占尽？都是沈大山，都是陈招娣的错。要不是你们多管闲事，我现在媳妇儿没了，娃也没了。这一切全是你俩害的，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不用了，俺自己来。他不是真心喜欢我，他对我所有的好，从来都不是因为心动。我不想要接受，全都是愧疚的照顾。大山，招娣，娘看恁俩这几日总是别别扭扭的，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有问题要解决。娘，俺知道了。我知道你这几天心里一直不痛快，你是担心我，挂念我的腿。只是我觉得腿伤已经稳住了，没必要再花钱治疗，不想再来回折腾。
没必要治，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样有残缺的你正好配得上我这个哑巴？是不是？这样一来，你心里因为害我变成哑巴的愧疚就能少一点，对吗？你想起来了，你一定很恨我吧？换作是我，要是被人害得一辈子说不了话，我也会怨恨，会生气，不想搭理人。你这几天故意冷淡我，我心里都清楚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怎么闹，怎么冲我发火，我都认。你以为我是恨你吗？我这辈子本来就亏欠你，所以我对你好，事事迁就你，处处让着你，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果然如此，他从来就没有真心对过我。他对我好，不是因为喜欢，只是出于愧疚。他处处迁就我，也不是真心，只是可怜我罢了。我就算一辈子不能说话，也能下地干活，好好过日子。我不靠别人的怜悯活下去，我不需要你带着愧疚来补偿我。你的可怜，我一点都不稀罕。我还是会攒够钱带你去治腿，等腿看好了，我们就离婚。啥？多砍一点，多攒一点，很快就能凑够治腿的钱了。腿治好了，大山不用再愧疚了，我也不用再委屈了。我们好聚好散。陈招娣，都是你害的！张建军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现在可真是风光有本事了，带着村里的妇女赚钱过日子，所有人都捧着你，敬重你。你怕是忘了，以前跟着我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你处处迁就我。我不能离婚，我绝对不能和招娣分开。我要去找招娣。张建军，我早就跟你这样的烂人没关系了。我这种烂人，就算死，也得拉着你一起下地狱。张建军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有事冲我来，放了他！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老婆孩子全都没了。你们两个过得风生水起，安稳幸福，凭什么我一无所有？凭什么？是你自作自受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到现在还敢嘴硬！张建军，你听我说，招娣好歹嫁给你了几年，你不能对她下手。你要是心里有气，想要报仇，你就冲我来，杀我！大山，你疯了吗？我不需要你拿命换你对我的愧疚。招娣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除了心里愧疚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我也很爱你。我不想跟你离婚，不管你能不能说话，不管我的腿能不能治好，我心里爱的从来都是你。够了！你俩情情爱爱，恩爱美满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一无所有？我跟你的时候，我也是一心一意的。少骗我！你不是能干，不是风光吗？全村人都捧着你，
我今天就让你跟我一起死！张建军，你放了招娣，我任凭你处置，要打要骂我都认。张建军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，自己日子过不好，只会来欺负我。有本事你去找城里郭兰的爹娘撒火。我咋不敢？我先弄死你，我就去！有人看到张建军鬼鬼祟祟往后山竹林去，俺心里就觉得不对劲儿，立马跑去喊了村长和乡亲们，还好来得及时。我救你，你也救了我，我们扯平了。招娣，招娣！这伤口又长又深，伤到了肌理和筋脉，后续需要长时间静养修复，不能用力，编竹筐、干活劳作更是想都别想。大夫，你是说我姐的手废了？编筐是招娣的手艺，是她的生计，是她攒钱过日子的底气。要是手废了，等于断了她最依仗的活路。等她醒了，肯定很伤心，很难过。张建军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我姐好好的日子被你一次次搅和，一次次祸害，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姚祖，住手！姐夫，不能打人，村长在这里，他犯了法，伤了人，自有村上的人和大队处置，轮不到咱们乱来。张建军，能如此寻衅滋事，蓄意伤人，已经触犯律法，绝不姑息。来人，立刻把他押送派出所，送去劳改。我不服，就算去劳改，沈大山、陈昭廷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我家招娣要休息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招娣，你醒了，可算醒了，真是吓死俺了。能好好躺着别动，千万别用力。手上伤口深，一定要好好养着。怎么样，招娣，还好吗？恁两口子好好说说话，俺先出去守着院子，有啥事儿随时喊俺。感觉咋样？还疼不疼？不疼了。招娣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别跟我离婚好不好？我听你的话，我去治腿，你别不要我。你在山坡上说的话，我全都听见了。是我之前太固执了，一直以为你对我只有愧疚，没有爱意。不是的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我心里确实愧疚，但我更在乎你。我知道啦，不离婚了，我心里也有你。往后咱们多攒钱，好好给你治腿。招娣，你的手以后大概率没法用力干活了，你最拿手的边框，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做不了，甚至以后都再也做不了了。没事的，反正我边框我都已经教会大家了，以后我只管验货就行，手慢慢养，慢慢治，不急这一时。边框是你最拿手的本事，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念想，现在手伤成这样，你心里怎么会不难受？谁跟你说我只会编框？编不了框，我还能做别的活。我陈招娣什么苦都吃得下，什么活都能干，日子还得接着过，人得往前看，不能揪着一件事钻牛角尖。
好，咱们俩一起好好过日子，以后不管遇上什么难处、什么坎，我都陪着你，再也不让你一个人硬扛。恁俩就踏踏实实安心养身子，该支推的支推，该支收的支收，啥心都别操。家里的杂活，院里那一堆主编产业、鸡鸭牲口，全都包给俺老婆子，家里里外外，俺都能给恁盯得牢牢嘞。还有我呢，姐、姐夫，供销社进货卖货的生意全都交给我，我天天守着，肯定给你们打理的顺顺当当。交给你，别到时候被人坑了还帮人家算账。我哪有那么笨啊？大夫，我的腿有救吗？放心吧，小伙子，恁这伤救急于堵，贵在坚持调理。只要能按时吃药、敷药，坚持走动锻炼，再巩固调理一段时间，下地干活、正常行走，一点问题没有。招娣，听见没？我的腿能养好，以后再也不用拖累你了。我就知道你的腿一定能治好。那大夫，您再看看我媳妇这只手。姑娘，恁这手是皮肉筋络重伤，恢复周期长，千万记不得。现在伤口彻底稳住了，没有发炎，筋络也在慢慢修复，算是万幸。切记，半年之内绝对不能提重物，不能用力劳作，不能碰冷水伤筋。虽然没法立刻做精细活，但好好养着，以后日常起居、简单做事都不耽误。谢谢大夫，我记住了，往后一定好好养伤。大夫您放心，我肯定看好他，家里所有重活累活都我来干，绝不让他用力，安心养手，保证不留病根。小两口同心，好好调理，日子肯定越过越好，都是有福之人。招娣，我的腿能治，你的手也会慢慢变好，往后再也没有苦日子，全是好日子。苦尽甘来，以后都是好日子。姐、姐夫，咱们发了！今天是咱们青山村的大日子，招娣牵头做起来的竹编产业口碑过硬，销路稳定。供销社已经正式与青山村敲定长期定点合作，成立青山村竹编手工作坊。往后，咱们青山村彻底有了长期稳定的营生。现在咱们青山村的竹编口碑在全县都打响了，村里统一规划作坊，统一选材，统一生产，统一验收，同时敞开招人。这是啥意思？意思就是咱们以后有铁饭碗了。俺青山村能有今日的红火光景，全靠招娣一人带头。招娣，恁作为这个手工坊的厂长，大家伙儿都佩服恁，感激恁，能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吧？招娣说，他一个人厉害不算厉害，大家一起挣钱，一起过上好日子才是真的好。感谢镇上干部的扶持，感谢梁主任和谢老板给的机会，招娣，招娣，你怎么了？醒了，醒了，可算醒过来了。我这是咋了？姐，你晕倒不是累的了，大夫来看过了，你怀娃娃了。是真的，招娣，我俩要当爹娘了，好事儿，真是天大的好事儿，俺要当外公嘞！吃饭喽，乖乖，快来奶奶这儿。俺的大乖孙真是越长越好看，眉眼随他爹娘，俊得很。看着孩子，看着咱们这个家，我心里特别安稳踏实。我也特别踏实，谢谢你，招娣，出现在俺的生命里。也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爹娘，大婶，招娣在家不？俺们过来串门啦。大山现在走路稳稳当当，半点毛病都没有了。招娣的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，看着就舒心。今儿婶子们咋有空特地来俺家串门？俺两家能过上好日子，全靠招娣。要不是她手把手教俺编竹筐，带俺们挣钱，俺们哪能年年吃上肉，攒下余钱？这是自家熏的腊肠，不值什么钱，专门送来给恁家人尝尝鲜儿。你们也太客气了，都是邻里街坊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肉肉，对，是香香的肉肉。安安想不想吃呀？那俺们就厚着脸皮收下了，
多谢恁俩费心。说真的，自从招娣嫁进沈家，恁家的日子真是一天更比一天红火，妥妥的苦尽刚来，真是让人打心底羡慕。可不是吗？谁能想到，当初招娣刚来村里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被全村人误会，如今反倒凭着自己的本事，成了咱们青山村的大功臣，带着家家户户都挣上了安慰零花钱，日子有奔头。招娣说，这都是大家伙自己勤快肯干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好日子是咱们大家一起拼出来的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俺家招娣心善能干又通透，性子还好，真是俺沈家这辈子修来的最大福气。对嘞，俺俩上来的时候，村长说要叫恁两口子去趟厂子来。去厂子？招娣、大山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俺们的竹编筐、家用竹编收纳品做工扎实，质量过硬，在城里口碑彻底打响了。县里好几个镇上的供货社主动找上门，要跟俺们签长期供货合同，彻底拓宽销路。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事！有了这些长期订单，咱们村里所有人的营生彻底稳了。我看我们还可以细化产品品类，不要只做传统农用竹筐，再多开发一批家用收纳篮、水果礼篮、装饰竹编摆件，款式新颖多样，贴合城里人的审美和需求，销路只会越走越宽。这个思路太妙了！大山能跟招娣在一起久了，脑子都灵光了。招娣，你心思灵巧，眼光长远，有你们夫妻俩把关品质、拓展品类，咱们的生意迟早能做大的做强。不过我也要实话实说，提前给你们打个预防针，这次订单拿货量极大，靠纯人工手工编织根本跟不上供货节奏。现在外面的作坊早就全面机械化，效率是人工作业的10倍不止。俺们要是接下这批大单，就必须引进机器，这也就意味着以后需要去外面请那些会用机器的文化人。村里不少婶子可能会没活干，面临下岗。那咱们村里的婶子们不就又没活干了吗？招娣，俺也心疼村里这些婶子，大家都是靠着作坊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。但这次引进破竹、抛骂、定型全套机器，是对接大订单的硬性要求。工业化升级是大势所趋，根本躲不开。村长，可这些乡亲跟着招娣打拼2年，从一无所有到慢慢安顿，家家户户都指望这份工钱度日。要是机器一上就裁员，太多人家的日子就要垮掉。机器可以引进来，但一个工人都不用辞退，咱们谁都不用赶走，只要教会大家操作机器，所有人都能保住生计。招娣啊，俺知道恁心善，想保全所有人，可恁也清楚，咱们村里这些婶子哪里会什么机器，好多人村子都没出过，根本不现实。那是不是只要有人能学会机器操作，带着大家上手，把新工序跑通，作坊就不用裁员？可这些人大多大字不识一个，一辈子只懂手工出力，哪里看得懂机器说明书，学得会机械化操作吗？我去学，我学会了，教大家。可是招娣，恁也没有多少文化，恁也不一定能学会呀。我有城里朋友，文化高，我让他来教我，我学会了，再手把手教村里的婶子们。好，只要咱们村有人能吃透机器用法，稳定投产，不用依赖外聘技术员，不耽误订单交付，俺们就能保住全村人的生计。招娣、大山，好久不见。招娣说好久不见，很高兴你能回来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这2年我心里一直记着当年你俩的恩情，总想着回来看看你们，当面道谢。招娣、大山，多亏当年你们心善出手相助，不然兰兰娘俩根本没有今天的安稳日子。小雨，乖，快叫叔叔阿姨。叔叔阿姨。招娣说，兰兰，这次特意约你回来，是有件难事想请你帮忙。作坊新引进了一批竹编加工机器，有专门的操作说明书，村里没人看得懂，没人会操作。招娣想拜托你帮他看懂说明书，学会机器操作方法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没问题。我这2年在城里上班，经常接触新式设备，看各类说明书，这些我都懂。你们在最难的时候愿意信任我，想到我，我心里特别踏实，也特别开心能帮上你们的忙。其实这些机器不是全自动编织机，是半自动化辅助机器。你像这个破竹机、包叶机、削平机、打磨机，那是不是精细花纹、收口、缠边依旧需要人工？对。今天这顿庆功宴，咱们全村人必须好好谢谢招娣。
这次的超大订单引入了机器投产，是招娣凭着一身韧劲儿、一颗善心，硬生生把所有人的饭碗都保住了。俺这辈子没读过书，没大本事。原本以为机器一来，俺们这些年纪大的不认字的，铁定要被赶走，家里日子都没着落。是招娣不肯放弃咱们，自己熬夜学机器，肯说明书，再手把手教我们这些笨人。是啊，招娣宁可自己多受累，多操心，去学机器，再手把手教咱们，也要保证每一个乡亲。没有招娣，就没有咱们现在安稳的日子。今天咱们就敬招娣一个。作坊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全村人的。机器升级不是为了甩掉谁，是为了让大家以后干活更轻松，挣钱更稳，日子更好，能带着大家一起过日子。我心里比谁都高兴。安安，以后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踏实做人，像你娘一样做个了不起的人。我要好好读书，做了不起的人。